可向你报道，现在丹城一片混乱，政府军正在殴打民众，这简直不可理喻。看来鲁尔政府已经失去耐心，现场一片混乱，政府军现在开始随意开枪，他们甚至向人群开枪。你们看到我身后了吗？他们正在殴打一名市民。这个国家现在到底怎么了？站住！你还好吗？谢谢。走。天哪！他们现在正在殴打市民，利用他们政府的权力，这太疯狂了！别动！走。等一下，等一下！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谢谢。我不知道他们政府军现在到底在干什么，谢谢。我叫麦克，你们是谁？你好，麦克，我叫聂风，他叫宋建成。啊，谢谢，谢谢你们，聂、宋，谢谢，谢谢。我必须要走了，谢谢你们，以后再见，再见，再见。无头先生，这次的事件一出，中国的维和部队就彻底的遭殃了。这件事情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明白吗？怎么了？还记得那个拍视频的记者吗？他可能是个麻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要确保没有人再能看到他。政府军呢，跟我们举报说，宋建成和聂风和当地的人发生了肢体冲突。2个中国维和士兵救了我，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2个维和士兵？是的。哎，高营长。您好，我来找我朋友，我想确认一下他的房间号。他叫什么名字 ？Mike。Mike Joseph。这儿没有叫麦克的，不好意思。您能帮我再查一下吗？我确定他就住这儿。真的，这儿没有麦克这个人，我对这里非常清楚。谢谢。
这里找麦克。你好。哦，谢谢啊。啊，你好。你好。几层？9楼，谢谢。在这儿站了一上午了，好饿呀！我们去吃饭吧。我也饿了，倒不觉得午餐已经准备好了。哎呀，等会儿。2位长官，午餐已经准备好了，在1楼餐厅。那我们去吃饭吧。那我们快去快回。没问题。走。谁呀？客房服务。不需要的。我是来送餐的。送餐。等等。你怎么知道我被人抓了？这已经是我第2次被中国人救了。我就是因为这事儿来找你，救你那2个中国人，现在需要你帮助，来不及了，先跟我走。是的，立刻发放政府救急粮给难民。记住，让媒体全力报道。听明白了吗？好。向真还没回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老高？应该不会，放心吧，向真办事一向稳妥。报告，呼叫导员高营长，我回来了。这位是麦克先生。我是来给你这个的，这2个士兵救了我的命。太好了，帮大忙了，谢谢。太感谢了。不客气。老宋，怪我先下车，连累你了。你说什么呢？我们是兄弟，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有事儿一起扛。在国内怕给部队丢人，出国了怕给祖国丢人。是啊。对了，也不知道童医生怎么样了。营长，干嘛呢？童医生什么情况？现在怎么样了？还怎么样了？心挺大呀！啊，为了救你们，脖子差点让恐怖分子给扭断了。童医生，这帮混蛋，我早晚会让他们后悔的。你别冲动啊，我没事儿，至少咱们现在手上有证据了。这次的事儿，我跟老宋还得感谢你呢。要是没有你，我们俩就完蛋了。我这也是为了帮助咱们维和部队，我不想让他们把脏水泼到中国军人头上。这个给你。谢谢。欧阳女士，喝完这杯咖啡，我想你应该可以马上离开了。总统先生，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公开报道不合适。你没有权利告诉我该怎么做。你们的人侮辱了我国的妇女，打伤了我的士兵，而你却在这里和我说合适不合适。我是塞利亚的总统，我要保护我的人民。明天一早我还没有收到你的道歉，我就公布于众。总统先生，高营长来了。高营长，你是来道歉的吗？总统先生，恐怕要让您失望了。我这次来并不是向您道歉。那你是来干什么的？没错，之前我们有约定，我要给您和塞利亚民众一个交代。作为此次涉事的2名军人的上级，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的话，我一定会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处罚。但是很抱歉，真相并不是这样。谁给你的？拍摄这个视频的是一名记者。有关于此次事件的所有笔录和视频资料，我已经传给了维和警察部的涅维奇先生。相信过不了多久，欧阳女士也会收到维和警察部的报告。看来这的确是一场误会。好了，真相大白，事情解决了。总统先生，您的事情解决了，我的事情还没有说。在这次事件当中，我们的战士受到人的恶意陷害，我希望总统先生您给我们一个解释。你想要什么解释？总统先生，我们中国维和步兵营希望您能够找到伪造视频的人，并且这个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再见。你这个小恶棍，你以为你是谁，还敢抢其他人的食物啊？你想要这个吗？那你就听我的，只要你乖乖听话，你每天都有这个。一言为定。别乱动！拿着这把枪，杀了进来的人。你要让我做什么？你不需要知道，
我需要你的时候，就会来找你的。田梦，帮我去把10床的药配一下。哦，好嘞。沙克，你回来了。我来找米娅。找米娅。好，姐姐带你去看妹妹。走。那老毕，你吃这么少，你减肥啊？减啥肥呀？没胃口。哟，还减肥没胃口？哼，我看你是又跟吴楠吵架了吧？谁说的？说谁呢？我跟你说，吴楠让我现在治得服服帖帖的，轻易不敢跟我发火。行了，老毕，腰杆子硬啊。一直很硬。你们先吃了啊，我去炊事班看一眼。医生，快到。来。减肥，不吃了。不是，我也减肥，吃饱了。不，吃不了，长身体，多吃点。那你给他们啊，谢谢来。老毕不容易啊。咱们现在物资特别紧缺，粮食不够吃。但是想办法开源节流，他好几天没吃饱饭了。是，老毕有心了。大家以后能少盛就少盛点吧，关键时期，大家绝对不能浪费。对了，聂风，咱们得把剩下的粮食和物资分一部分给医院。他们那边也很紧张。这样，吃完饭你就去，我跟张院长联系一下，让他跟你做个交接。哎，
放心吧，营长，都交给我。好，好，抓紧时间，咱们一起去一趟。王小女士。好，我明白，我马上到。那我先去。好。我刚刚得到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已经派遣了特别谈判代表赶赴塞利亚，打算就粮食问题和鲁尔总统展开谈判，同时向他施压，力图说服鲁尔撤销封锁国境的命令。那如果鲁尔拒不接受呢？我也考虑过这个可能性，所以你刚刚的建议非常重要。我打算把它当做第2套方案，立刻上报给联赛团总部。但是目前，我们仍旧以谈判为主要手段。因为那位特别谈判代表已经在飞往丹城的途中了，大概还有4个小时就能抵达。还有4个小时？可是丹城的机场已经被鲁尔下令封锁了，他的飞机怎么入境啊？这正是我想要找你商量的事儿。由于丹城已被封锁，机场也始终处于禁飞状态，所以布拉德先生乘坐的飞机只能临时改变降落地点。被迫降落在距离丹城300公里以外的户外军用机场。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欧阳，你有些不够朋友啊。联赛团这个决定确实很突然，我也非常意外。但是眼下的塞利亚正处在最动荡的时候，恐怖分子异常猖獗，所以我想让维和步兵营承担安保工作。只有你们，我才信得过。你刚才说还有4个小时。没错，时间紧，任务重，拜托高营长了。好，那客气的话不说了，距离丹城还有300公里，我现在就要出发。现场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人民在饱受饥饿，如果情况持续恶化，这里会发生骚乱。在此，我们呼吁鲁尔政府应该第一时间解决难民的粮食问题，而不是打压自己的对手。总统先生，有一些难民和外国记者在总统府外，这些人正在对此次封城提出强烈抗议。还有其他问题吗？联赛团也想听到您的答复。听着，跟联赛团说，只要阿明还没有被绳之以法，塞利亚就绝对不会解除封禁。这都是为了我们塞利亚的和平与未来。好了，就这么说吧。好的，先生，我马上去做。刚刚接到通知，联合国派遣的特别代表团将于4小时后抵达距丹城的300公里以外的军用机场。营长命令我们前去执行这次安保任务，立即出发，务必在4小时之内赶到机场。各单位注意，前面有情况。老斌，停车，下车看一下。哎，你好，你好，帮帮我们！我们的车坏了，能帮我们一下吗？是。哎，你好，我们的车抛锚了，你能帮帮我们吗？我们不是坏人。好的，
没问题。谢谢。老毕到，警戒是。兄弟们，这事儿咱得管。来了，来吧，来，来，兄弟们。 帮孩子包扎一下。啊，好，我知道了。现在，我们的人已经为计划准备好了，敬我们未来的总统和我的朋友一杯酒，祝贺你。现在该是你去解决掉鲁尔和欧阳丹妮的时候了。在那之后，只有在那之后，这个国家才是我们的。说的没错，将军。 但我需要提醒你，这个计划绝对不能出错，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那个混蛋鲁尔，他把丹城封锁得那么死，给我执行计划增加了很多困难。将军，你不用担心这种小事，鲁尔那边由我来。我给他准备了个礼物。礼物？ 什么礼物？布拉德吗？他有什么特别的？哼，好吧，你看，我现在知道鲁尔他很担心班达的安危。你的意思是说，上校现在也加入了我们的游戏？没错。 既然现在我们都知道他的弱点，我们就可以安心了。要命的粮食，每一天死亡的难民人数急剧增加。身为医生，我没有任何能力挽留他们的生命，我无比的沮丧。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信仰自己的土地。 历史终究会证明鲁尔的错误。联合国为解决粮食问题，紧急派来了一名特派员，专门负责同鲁尔谈判。聂风他们去接。布拉德先生，你好。刚刚路上有一些耽搁，我们是中国维和部队的。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走吧。我先要找个地方去洗澡。我说这老外脑子有毛病吧？洗澡？走走走。
谢谢。欧阳女士，我在总部听说过你的名字，果然风姿绰约。是吗？看来你对我并不陌生了。不过，我倒是从来没有听过你的名字。希望这次谈判您能够顺利。会谈安排好了吗？明天上午10点钟，卢尔在总统府等我们。我们一起吗？当然。考虑到你是初来乍到，对卢尔总统也许了解的并不是很全面，总部特别交代给我说，千万不能让你在卢尔总统面前吃亏。你就放心吧，我是不会吃亏的。赶紧打好，上报国内啊！是。报告营长，顺利完成任务，请指示。人都接回来了。接回来了。好，辛苦啊，回去休整吧。是。哎，等会儿。啊？那个特别谈判代表见过了吗？见过了。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是，我发现你什么叫不怎么样？那个说白了吧，就那个布拉德，我们看上去不像是个省事的人。何止不省事儿啊！马努特、鲁尔，这回可算遇见对手了。你看，对手来了。注意素质，说着说着就不上道。是。行吧，先回去休息吧。啊。是。我再强调一遍，除非联赛团同意维和部队支援我，否则一切免谈。这不可能。维和部队不是你的雇佣兵，知道吗？那我们还有必要继续谈下去吗？总统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我是联合国派来和你在这里进行商谈的，请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这里是我的国家，你最好先搞清楚再跟谁谈判。是什么让你这么自负？在塞利亚，这是自信。看来塞利亚需要自由。布拉德先生，你居然跳过我来约见鲁尔，我现在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我会向总部直接投诉你。你想投诉我？那是你的权利，我并不在乎。总部要我汇报谈判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这样，他很坚持，真的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塞利亚的现状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这里的平民大多数都依附于鲁尔和马努特背后的两大部族，而总统的候选人也是由这两个部族决定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尽力维持这两个部族以及鲁尔和马努特之间的平衡，这样塞利亚才会得到和平。那是胡扯！这个所谓的和平是根本不存在的，知道吗？跟这个国家谈和平，那简直就是在开玩笑。你听着，如果你希望和平，那么就需要采取强硬的手段。布拉德先生，你刚到塞利亚，我希望你能了解清楚塞利亚的现状之后再做决定。由于你的鲁莽行为，我现在只能向总部申请第二套方案。我真是搞不懂，总部为什么会把你派来？派我来，是因为我可以胜任。你要做的就是要好好配合我。这条路线，现
现在这一片全都是我们的人。这个地图上面描述的就很清楚了，城内我们不能完全占据，但是城外现在都是我们的人，不能放松，因为中国维和部队还在，我们要避开他们，绝对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怎么了？你要做什么？你想做什么尽管做，但是记住，别坏了我的事。谁啊？什么事儿啊？没事，你不用担心。看起来，有些人已经跃跃欲试了，明白吗？这不可能！你在说上校吗？他不能知道我们的计划。别担心，朋友，事情都在我的掌控之下。这样最好。由于鲁尔和布拉德的谈判陷入了僵局，联赛团总部鉴于目前形势，决定采取第二套方案，由邻国提供第一批物资补给，并承担运输任务。同时，为了防止意外，中国维和部队要随时准备出城接应。好，既然说到这儿，我还是要说一下丹城内部的恐怖组织情况。我从国内接到了一个消息，一名代号叫做上校的国际雇佣兵近期已经抵达了塞利亚。上校这个名字，我也听说过。据说是一个从未失过手的雇佣兵。对。难道之前一系列的恐怖袭击都和他有关？应该不会，我觉得上校应该还没有出手，但是我敢肯定，他和目前塞利亚的这些恐怖分子一定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甚至就是直接受雇于他们。鉴于当下形势，联赛团已经决定，请中国维和营密切配合维和警察部，加强对丹城地区巡逻警戒的同时，重点针对这些恐怖分子进行搜捕和打击。这本来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但是丹城情况特殊，这些人已经多次威胁我们的人身安全和塞利亚的和平进程。那就太好了，如果有了联赛团的许可，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不会再束手束脚了。您放心，有中国维和部队在，不会让他们为所欲为的。哎呀，但是眼下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粮食，而且迫在眉睫。请讲。是我，欧阳女士，我们遭到了袭击，目前有3人阵亡，数人受伤，恐怕不到1个小时，我们就支撑不住了呀。好，给我一点时间。出什么事儿了？高营长，运输车队向我报告说，他们正在遭遇一场强火力的恐怖袭击，目前已经有3个人阵亡，多人受伤，而且他们说敌方的火力太强，恐怕支撑不了1个小时。这样，我立刻向联赛团汇报，准备增援。好，我马上回去组织安排。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这次的恐怖袭击当中，很有可能有一个代号叫做上校的国际雇佣兵参与其中。上校？对，上校这个名字想必你们都不陌生。我看过他资料。所以说，一旦确认对方身份，可以就地击毙。是。
搜救幸存者，确认伤亡情况。是。Hello？ 你还好吗？来。 老宋，指导员，你受伤了，我没事。让我看看。受伤了？我没事儿。我看看。我没事儿。来，我看看。老聂，我没事儿。看看。老聂，我说话你还不相信吗？我真没事儿。现在这个不重要。老聂，你看到了吗？这一回，真的是上校出手了。出来的时候，营长指示过，这一次一旦发现上校，可以先发制人。我去。不行。我去。老聂，你什么意思啊？我就受这点伤，这算什么？你想我拖你后腿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争执这些。这些伤员，还有兄弟们，都得让你来运送，而且车辆的部署都得你来安排，没有你来安排，我不放心。老毕到，伤员情况怎么样？报告，除个别幸存者以外，伤亡惨重。另外，发现友军一辆吉普车可以用。那这样，老聂，那辆吉普车我用来运送伤员，但是特战队必须跟着你，这样我才能放心。出发！走，我电话。队长，我已经追踪到埃方友军被劫车辆的卫星定位了，基本可以确定他们的逃跑路线。干得漂亮，这次啊，让他们插翅难逃。哎，建成，童医生，这些伤员怎么回事？这些是帮助我们联合国运送特派物资的友军，他们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我们赶到的时候，物资已经被劫空了，聂风还在追。行，他们交给我们吧。你也受伤了？啊，我没事，一点小伤。那我找他们军会合了。不行，我帮你紧急处理一下。快啊！队长，根据卫星定位显示，恐怖分子是穿过河床逃走的，我们应该很快就能追上。志勇，停车。好。
什么情况？一切都太顺利了，有些不太对劲。停车待命，保持警戒。好，收到。耳朵受伤了，有埋伏！吴阳到，准备排爆机器人。是，快！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离开这半步。好。哎，干嘛去？一定有人在盯着我们，我去看一看。你受伤了？我没事。叶枫，所有人坚守站位。在我们后面有人在跟踪我们，怎么办？我们分头行动。好的。
老边，你那边怎么样？牧羊正在排雷，已经差不多了，估计很快就能跟你会合。你那边怎么样？只寻回一小半的物资，能找回来就不错了。排雷结束之后，迅速与我会合。收到。注意安全。你小心。米娅，你怎么自己坐在这儿啊？我的头特别疼。田梦，那是罗杰的床，我认识。他昨天晚上就说他头很疼，然后他今早就死了。我现在也头疼，我明天早上会死吗？我害怕。不会，你不会死的。一会儿医生姐姐就过来了，会把你治好的。好吧，那我就回病房等医生姐姐。嗯，我带你回去。我带她回病房了。哎，童医生，你帮我擦一擦就行了，这就是点小伤，总这样。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这里的病毒分分钟要了你的命。啊？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大点声。聂风，聂风，警长，疯小子啊，可以呀。刚刚埃方致电我们大使馆，向我们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听见没有？哎，建成，通知炊事班加2个菜。好，好好庆祝庆祝。童医生，一起啊！谢谢营长。请进。你怎么来了？见到我不高兴吗？请问有什么事儿吗？此次运粮事件怎么样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一个官方说明呢？布拉德先生，我已经召集了各国代表来开紧急会议商讨此事，有任何的进展，我会第一时间通报你。这次袭击不是件小事儿，你为什么不能提前做好准备呢？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敌人钻了空子？布拉德先生，联合国已经部署兵力了。我不想听，你明白吗？还有事发的时候，中国维和步兵营，他们在干什么？啊？他们是联赛团最重要的武装力量，知道吗？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维和步兵营，他们一定要承担所有的事情，为这件事情负责。布拉德先生，你作为联合国的特别代表，要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处理事情。这次事件是突发事件，中国维和步兵营的应对没有任何的疏漏，他们不但把伤亡降到了最低，还挽回了一部分的粮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中国维和部队只抢回来这么一小部分的粮食，而你现在却在这向我邀功，恐怕这个时候不合适吧？我不是在邀功，我只是觉得你的说法有失偏颇。你所说的一小部分粮食，那也是中国维和部队的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联赛团花了这么多的财力，请中国维和部队来做事儿，可他们却连分内的事情都没有一样做好，知道吗？你这么说真的太过分了。欧阳女士，自从总部派你来斡旋塞利亚的局势，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恶化了。大家都很想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布拉德先生，你这是对我的侮辱，我随时可以向总部汇报你的无理行为。
那你可以试一试，看看总部到底是相信谁，也看一看，是你的报告先到总部呢，还是你的辞退命令先来这儿。立刻联系各大媒体，发表声明，通报埃塞俄比亚运输粮队在丹城城郊遭到了抢劫。声明中务必要痛斥暴徒，表明联赛团追究此事的坚定立场，明白吗？还有，通报之前就不用发文件给鲁尔总统那边了，直接通报媒体报道。这起突发事件，我向中国维和步兵营表示感谢。你们不仅帮助我们减少了损失，还保护了我们的安全。今天，也请来了联赛团作战部门和警察部队的代表一起来分析案情。这次突发事件，必须要找到元凶，查清真相。关于恐怖分子的个人信息，中国维和步兵营上尉军官聂风为大家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请他为大家介绍情况。大家好，我是中国维和步兵营特战队队长聂风。途中的友军牺牲，大都是眉心中弹，一击爆头。很明显，这出自顶级职业杀手所为。如果我推测的没有错，这个人叫上校。很抱歉，没有他的照片，因为没有人能拍到他的照片。他是这个世界上现存为数不多的顶级职业杀手，只为钱卖命，在多数国家犯下罪行。他的军事素养和反侦察能力都极强，没人能抓住他。那我们要做什么才能保证我们运输车的绝对安全呢？聂风，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的？因为之前在委内瑞拉执行任务，我翻阅过一些通缉犯的资料，其中有一个人的资料就是上校。他的特点不只有一击爆头，还有枪械、子弹，大部分都是特制的。他的子弹打到对方的头颅之内，还会产生2次连爆，这也是我判断是他的原因。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在塞利亚这个地方遇到他。既然现在有了头绪，我立刻通知维和警察部门同国际刑警组织联系，直接进行国际通缉。稍后我会向鲁尔总统通报，让塞利亚军方和警方在塞利亚全境内展开搜捕。但是高营长，我觉得除了中国维和步兵营，没有人能抓住他。所以联赛团授权你们继续全力配合抓捕恐怖分子。没想到欧阳丹尼竟然没有通过我，就直接发了新闻。这下好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我塞利亚到处都是饿死的难民，到处都是杀人的恐怖分子。直到现在，没有任何组织为袭击运粮队负责。我们现在真的是太被动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我们。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挽回我们的颜面。戒严令下达以后，丹城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所以这件事很有可能是恐怖分子干的。也很有可能是丹城外的反政府武装余孽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扰乱当权的政治局势，制造舆论危机，对我们的政府进行施压。没想到局势会发展到这一步啊！看来，我们要共度难关了。当您做出选择时，就已经是一条不归路了。
我得跟你说一下现在的情况。目前呢，在中国维和步兵营的协助下，受伤的运粮士兵已经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进行了治疗，都已经脱离了危险。那批粮食怎么样了？高营长打算把这批粮食给联赛团，但是我认为于情于理，这批粮食都应该留一部分给中国维和部队，他们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连鲁尔总统女儿班达也是他们救的。班达？对，如果没有他们，班达活不到现在。那么，班达现在怎么样了？不太好，伤得很重，现在是植物人的状态，一直在医院里。所以，班达现在在医院里面。说实话，丹城出现麻烦，多亏有中国维和步兵营，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事情真的让我后怕。如果这次粮食真的全部被劫走的话，联赛团不仅颜面尽失，我们在塞利亚可就更加的困难了。那么就按照你的提议去办，把一部分粮食留给中国维和部队，怎么样？哦，还有一件事儿，联合国的物资进入丹城的相关事宜，我想让你跟鲁尔再去交涉一下，让他再放一批粮食和物资到丹城来。这个我跟鲁尔已经谈过很多次了，他的态度你应该很清楚，他真的是一步都不肯退让，他一定要坚持他自己的想法。我知道很难，可是这次粮食被恐怖分子劫走一定不是偶然的事情，类似情况还会再发生的。丹城一天不解除戒严的话，粮食危机就不会结束，安全局势也会更加恶化。欧阳女士，现在的问题，鲁尔并不是最重要的，丹城还有别的恐怖势力存在，不是说解除戒严这么简单的事情。还有，那么多恐怖的势力在盯着这里。布拉德先生，你所说的恐怖势力是什么？什么叫不是解除戒严这么简单？你怎么知道？我只是猜测而已。你是谁啊？你不用知道我是谁。啊，